左双桃和陈家平结婚，但凡是个人都能看出有问题，只不过各方都是各怀鬼胎，让这场突如其来的闹剧默契地推进得格外顺利。木村健三想要和总商会会长于善人建立合作，加快筹款的速度。赵安和罗关群，一个想要戴罪立功，找出火车站刺杀凶手，一个则想要表达忠心，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。至于男女主角，虽然都想要结婚，却也都藏了私心。陈家平需要同意结婚，来保护自己潜伏者的身份，同时借着婚礼的掩护，在巡捕房设计了赵安，拿到了木村健三的计划文件，对揭开日本人阴谋发挥关键作用。而左双桃则接到上级命令，在婚礼上寻找机会，继续执行刺杀山下武夫的任务。最后他成功了，也没有成功。虽然山下武夫伏诛当场，他顺利拿到了山下藏在纽扣里的秘密信件，却也因为违抗了上级的命令，埋下了隐患。同时，日本人反应的激烈，也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料。首先，左双桃对上级隐瞒了自己真实的计划，没有亲自动手，而是安排了同伴阿坤故意落入赵安的手中，并且用事先准备的吊坠，让赵安误以为阿坤喜欢左双桃，将他带到了婚礼上。在婚礼上，阿坤见证心爱之人结婚，伤心欲绝之下，用投诚换取和山下武夫见面的机会，实施致命一击。之所以这样安排，除了能让山下武夫放松警惕，提高刺杀成功几率之外，左双桃还有两个目的。首先是他对军统，尤其是上级已经不完全信任。他知道军统和山下武夫一直暗中合作，在国统区贩卖违禁品。这次刺杀与其说是为了抗战，不如说是两方利益出现分歧之后杀人灭口的行动。左双桃要瞒着上级拿到情报，他要看看真相究竟是什么，这决定了他对未来的选择。其次，在婚礼上亲自下手，事后他可以凭借事先的安排脱身，但毫不知情的陈家平必然成为泄愤对象。左双桃终究不想连累陈家平，即便对方现在在为日本人做事情。左双桃考虑了很多，但事情并没有按照他预想的发展，因为他错误判断了各方的反应。首先是军统上级对他产生了怀疑，而这种怀疑波及到了陈家平，认为是陈家平影响了左双桃的忠诚，起了杀心。其次，山下武夫的死让愤怒的木村健三暴走失控，为了找出凶手，直接在婚礼上开枪杀人，并且要求对所有女眷，包括左双桃在内，进行脱衣搜查，只要抓不到凶手，所有人不得离开。左双桃一直认为，即便山下武夫当场毙命，婚礼上全是上海各界名流，日本人为了治下人心稳定，同时考虑到于善人的面子，也会维持基本的体面，不会当场动手，会事后再慢慢调查。然而真实是山下武夫一死，便再没有人可以约束木村健三，他做事情完全就是肆意妄为，根本不拿他们当人看。左双桃的计划不但连累了陈家平，也连累了婚礼上所有无辜的人，他终究是天真了。毫无疑问，婚礼上的较量是火车站刺杀行动之后又一次剧情小高潮。然而这段紧张剧情的背后却留下一个败笔，那就是山下武夫。这个角色从第一次出场就给人一种狡兔三窟的感觉，假扮成护卫混在人群中，情报永远随身藏在纽扣里，假死之后又伪装成叛徒方红男，试探太和商行所有人。就是这样心思缜密又小心谨慎的人，却同意用自己作为诱饵，想要调出火车站的真凶。要知道，即便安排好了狙击手，在复杂的婚礼环境中又缺乏准确情报，安全风险依旧很高。其实找出真凶并且抓住现行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究竟是谁要杀自己？其实他心底早就有了答案，就算抓住了左双桃的现行，也还会有后来者。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，他居然解开了阿坤，将自己置身于1对1的危险中。可以说，山下武夫最后的迷之自信是导致自己遇害的根本原因，和他之前的做事风格差别大到完全不像一个人。
左双桃的刺杀计划能够成功，山下武夫的默契配合，起码贡献了一大半的功劳。